就像一份茶点，心思需要再多加一点。如果没有苦辣和酸甜，怎么能完美呈现？爱情它就像一份茶点，心思需要再多加一点，慢慢加温酝酿的糕点，苦涩中带一点甜。谁不曾有过出去走走生活的体验？就算心酸的路再苦再远，或许人生应该勇敢的去冒险。就算是带着泪，会时过境迁。生活它就像一份茶点，苦尽甘来之后才发现，青春一去看似水流年，烘焙着一缕情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你现在就把月香楼的牌匾给砸了，下不了手是吗？好，我来。你这是何苦啊？我会找律师签字，卖掉股份，拿了钱，我就回美国，再不回来这个地方。你真要做的这么绝吗？绝情的人是你，千方百计逼我卖掉月香楼，要我跟你是种人合作，我做不到。卖了月香楼以后，我和你互不相干。太好了，月香楼终于可以卖了。月香楼不能卖，为什么？总之月香楼不能卖，必须经营下去。文广好不容易才答应卖月香楼，怎么又不卖了？我说不卖就不能卖。哎，老爸在搞什么啊？就是啊，一下子说卖，一下子又说不卖。唉。It's here. 月香楼 is still around. Yeah, that's great. Nice. Hi, can I help?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is place? Yes. 这个招牌好像有点不一样，请问这里是月香楼吗？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We used to come here to have dim sum, but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before we left Singapore. 我们已经有10几20年没有来新加坡了。So we're quite happy to see that the place is still around. 我们一来到这里啊，就想到要来这里吃点心，尤其是著名的开口笑叉烧包。You still have it, right? Unfortunately, no. Oh, why? After the previous owner passed on, the new management decided not to continue with the dim sum menu. So no more smiling bun? I'm sorry. Oh,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叉烧包。oh, it really makes me sad you don't have it anymore. Well, thanks. Thank you. 爷爷，你看到了吗？虽然他们今天吃不到当年的开口笑叉烧包，但是当他们看到月香楼还存在，他们还是很开心的。说我得了肺癌，现在我不是得癌死，是被你们母女俩气死，这种烂主意也想得出来。
难道你要我看着你们两父子为了月香楼的事情闹得那么僵，也坐视不理啊？现在好了，文广再也不会相信我了。哎，那老爸，你要我们再帮你想办法嘛？别想办法了，月香楼不能卖。为什么？我已经把月香楼和房子抵押给银行了，贷款来的钱一部分还债，一部分我拿去投资了。哎呀，为什么你不早说？害我们白忙一场。我警告你啊，抵押月香楼的事千万不能让文广知道啊！你也一样，听到吗？哦。可是你把钱拿去投资，万一像上次那样失败了，那我们不是要露宿街头啊？你别乌鸦嘴好不好？你放心，这次肯定我的眼光不会错，保证可以赚钱。就算可以赚钱，那也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文广决定卖月香楼，那你怎么办？哎，你们先回吧。你在哪里？我们谈一谈。这是铁观音乌龙茶的一种，味道香醇。这是普洱茶，云南的特产，茶性温和，越陈越香。来，你闻闻看，闻一下茶香啊。这两种你喜欢喝哪种啊？爷爷，可以两种都喝吗？当然可以了，只要你喜欢。我们先喝普洱啊。小心烫啊！哎，注意一下，好不好喝？好喝。文广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到茶楼饮茶，为什么要把茶壶盖给掀开来？这可是有一个典故的。据说是在清代末年的广州，曾经有八旗子弟也就是士兵，他们到茶楼来饮茶，把鹧鸪放在没有水的茶壶里面。爷爷，什么是鹧鸪？鹧鸪是一种鸟，把这个鹧鸪放在茶壶里面，盖上盖，是不要让它们到处乱跑。可是后来这个茶楼的侍应来添加热水的时候，就把热水冲进去，这个鹧鸪就活活给烫死了。从此以后茶楼的侍应要来添加热水的时候，都叫客人先把茶壶盖给掀开来，懂不懂？懂。来，再喝茶吧。哎。我找你来，是有重要的话跟你说。爷爷把月香楼留给我们，是希望我们父子可以传承下去。如果卖了，对不起你爷爷。月香楼有不少的老顾客，一直都很支持我们。倒不是因为现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当年那份情怀。所以月香楼有我们大家共同的记忆。更有我们岳家人的回忆由我们岳家的后代来传承，那才有意义。如果你把月香楼卖掉，卖给外人，他们肯定改头换面，搞得面目全非的。所以，对不起老祖宗那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情不能做啊。月香楼要留下来，不能卖我们父子联手，把月香楼搞得有声有色，重现旧日的光辉。你要保住月香楼是吗？可以，我把我那一半的股份卖给你，让你继续把月香楼搞得有声有色，重现旧日的光辉。
这个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说了，我们父子联手啊。我再说一次，我把月香楼的股份卖给你，等你拿到钱，我就回美国。不过，我要从月香楼带走一样东西。 你要带走的是这个？是，不可以啊！这是茶楼的财产，你不能带走。你要把它当财产吗？你不但没有把它挂在月香楼的大门口，还把它丢在储藏室里，不闻不问。你不珍惜它，不尊重它，就不要阻止我把它带走。这是我唯一能够为爷爷做的事。 这么重啊！安哥，厨神安哥。哎嗨，你刚才叫我什么？厨神安克。你怎么知道我是厨神啊？我之前把你煮的大餐照片放上网，结果有将近100个人来，不是厨神是什么？真的啊！我还是新加坡第1大厨神呢！哇，安哥啊，我们真的很有缘哦，这么快就见面了。什么时候可以再吃你煮的大餐呢？没问题。真的啊，哇，谢谢安哥。喂，美女，怎么这么巧？安哥，我们走。我有个好楼帮想介绍给你，那我赚喽。你那些楼帮我才不稀罕啊！我现在在推拿中心工作。 什么死地方啊！这种老安哥去了是吧？喂，安哥，你不要以为这种女孩子看上你，她只看上你的公积金而已啊！喂，请你不要侮辱这位小姐好不好？对呀，你不要乱说啊！我跟安哥是朋友。小心被她吃得死死的。喂，你说过了啊，滚！你敢碰我的手！安哥，你 OK 吗？没事，敢推我？你太过分了！为什么要推人啊？过分又怎样？你打我啊！别走啊！嗨！不道歉就想走啊？怎么可以呢？美女，道歉也行，先让我动一下。道歉！我不道歉怎样？道歉！臭女人！第1巴掌是要你尊重老人，第2和第3巴掌是要你尊重女人。道个歉有这么难吗？信不信我报警啊？说你动手打人，非礼女人，逼人围城，还不走？爸，你怎么样了？啊，娜姐，你好厉害哦！你可以起来吗？没事，腰有事。啊，那你别动了，别动了啊！刚才那个男的对小丽没礼貌，我当然要替他出头啊。还好他跑得快，不然我一脚把他踢到老巴萨去。贵哥，你以为你自己还年轻啊？珍姐，这次多亏安哥，英雄救美。他不是英雄，你也不是美人。小娜，
我看还是送你老爸去医院照一下 X 光比较好。哎呀，一点小伤去什么医院嘛？刚才检查过了，他没有骨折，推拿一下应该就会好了。那好吧，贵哥，我帮你推拿哎。我去准备房间。哎，珍姐，我想试试自己的手艺，让你们验收我这段日子拜师学推拿的成果。哎，好啊，哎，就让小丽来推吧啊。安哥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当然要以身相许。哎，我是说以手报恩，兰哥我帮你。不行，贵哥啊，你伤到这种地方呢，不是随便推拿1、2下就可以好的。我会用中医手法帮你推拿穴位。这么严重吗？当然有。你去洗厕所。啊，可是我也会。不高兴的话，可以马上给我走吧。小丽啊，那我下次让你推啊。安哥，我下次再帮你。赢哦，去。贵哥来，记得啊，不要喝冷水，也不要睡沙发，知道吗？知道了，啰里啰嗦的，真像我奶奶呀。哎，每次有什么腰酸背痛啊，被珍姐一按啊，就会舒服多了。珍姐功力深厚。哎，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你真的可以吗？可以，又不是7老80，回去吧。你小心点啊。月香楼就靠你了，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哎，帅哥，你还记得我吗？什么是你啊？哎，我已经改邪归正了。你看，我现在是这间推拿中心的员工。我们店里所提供的推拿服务，完全根据客人的要求。对于因为工作紧张、压力过大所造成的肌肉僵硬、酸痛的客人，只要运用推拿手法，就可以帮助开背复位、压筋松骨、放松肌肉。如果你不信的话，我还可以。我信，我信。这位就是我们店里最棒阿姐级的推拿师娜姐，你们之前见过面的？帅哥，你今天真的很幸运，成为我萧逸第一个客人。请问你需要什么样的推拿服务？不好意思啊，我还是选择他帮我。我的肩膀有点酸痛，希望可以开背复位、压筋松骨、放松肌肉。你是因为背这个背太久，才会酸痛的吧？哎，客人的东西别乱动。Sorry 哦。没关系。你可以帮我推拿吗？好。先生，你脱了衣服，换上短裤，好了就趴下来啊。叉烧包上了纽约美食榜，我这样放弃了爷爷的心血，会不会太可惜了？
包？没错，是叉烧包。先生，请你自重。小姐，刚才你手的动作，喂，你干什么？是不是我报警啊！你别管！小姐，您喂，你走开呀你！小姐，你想干嘛？你别过来！走啊！我不做你生意，走。对不起，我只想问。我报警啊！信不信我再刮你一巴掌？出手还真重啊！小姐，刚才你手的动作，喂，你干什么？是不是我报警啊！我告诉你，你别过来！你走开呀你！做多一个就刚刚好。大姐，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还在生气啊？哎，娜姐，是不是因为他叫你叉烧包，你才？可是那叉烧包样子斯斯文文的，没想到。所以啊，知人知面不知心。跟你说过了，看男人呢，眼睛要睁大一点。虽然你已经很大了。喂 ，OK， 看什么看？没看过新加坡第一大厨神啊？你再看。相不相信我打你啊！师傅，我不是故意出卖月香楼的，我不希望你中风的，师傅。你发什么酒疯啊？我不是你师傅了，对不起，师傅，放手了，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爸，快把他拉回去吧。放手吧，爸。我要输。放手啊，爸！哎，爸，师傅，爸，他不是师傅。快帮我追师傅，师傅。好，走，我们去追师傅啊！来，乖了，哎呀，师傅。哎，我知道错了，师傅。梁贵，师傅，你真的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师傅，我不是有意要出卖你的，我是欠了一屁股债，我没办法才这么做的，师傅。师傅，你一手栽培我，把厨艺全都传授给我，
我也做了对不起您跟月香楼的事，我没做你的徒弟。你这个叛徒，你现在说这样的话有用吗？师父，老天已经惩罚我了，我这只手已经废了，我再也不能下厨煮东西了。那是你罪有应得，怪不得人。师父，你能不能原谅我？你能不能原谅我？你能不能原谅我？你能不能原谅我，师父？哎呀，爸！你不能原谅我！爸，起来起来！你干嘛呀，爸？起来！爸，师父，爸，你干嘛？师父呢？师父呢？这里没有人啊，爸。师父在哪里啊？师父，爸，大老板已经过世很久了。来，冷静一点啊！师父在哪？师父，我知道错了，师父，原谅我吧，师父，你原谅我吧，师父。爸今天是不是见到谁了？为什么他会说见到大老板？放手！你们放手啊！我害了师父，我懒惰，我他动我的手指。你砍断了你的手指，以后怎么做点心？不做了，不做了，我什么都不做了，我不做点心了，我不做叉烧包了。师父。黄老板，知道你贵人事忙，抽空出来跟我吃个饭，谢谢你啊。你约我出来，该不会只是吃吃饭、叙叙旧这么简单吧？是，的确有事，想请黄老板帮个忙。哦，可能你也听说了，我儿子呢从美国回来，他是想让我顶过他手上1半茶楼的股份，可是我手头有点紧，啊，如果黄老板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这个忙？月香楼1半的股份，这数目恐怕不小吧？对你黄老板来说算不了什么。这么巧啊，我这阵子的资金都用在扩展海外的生意。抱歉，这回帮不了你，不好意思了。啊，没关系，我再想办法。老爷，说实在的，你那间茶楼的生意并不怎么样，何必这样苦苦撑下去呢？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把它关了。
好，王老板，稍坐一会儿，我去下洗手间啊。Gary， 王老板，这么巧来吃饭了？是啊，刚才那位是，哦，他是月香楼的老板。月香楼，是以前专卖传统点心的月香楼吗？对啊，他想跟我借钱，说是要买下他儿子的股份。那你有借给他吗？谁敢借啊？现在大家都知道月香楼的生意不好，根本做不下去。钱要是借给他，那还能收得回来吗？说的也是。怎么样？有没有借到钱啊？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借到了吗？你那么多朋友，真的没有人肯借你钱啊？唉，那些人平时吃喝玩乐还可以，有困难找他们，一个两个借口多多。那你还有那些做生意的朋友啊？他们仗着有钱，狗眼看人低啊！非但不帮忙，还幸灾乐祸，叫我把月香楼关掉。老公，那怎么办？难道要我找那帮姐妹来帮忙啊？哎，不要啊！我不要人家说我靠女人。可是你也不能一直找借口，不上律师楼签字啊。喂，啊，我是。啊？请坐。啊，谢谢。这是我的名片。啊。哦，这个餐厅也属于你们集团的。嗯。年纪轻轻有这样的成就，很本事啊。还好。啊，岳老板，喝点清酒没问题吧？好，谢谢。你刚才打电话给我，说有宗生意跟我谈，是什么呀？哦，那我就不妨开门见山的跟你说了。我知道岳老板最近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跟你谈一宗交易。我想买下你的月香楼。你要买下月香楼？嗯。啊，谢谢你的拔刀相助，但是我并不想卖。我知道你筹钱是为了买下你儿子手上的股权，可是筹钱的过程出现了问题。你调查的果然清楚哈。岳老板，只要你肯卖月香楼，我敢保证，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钱。啊，不是价钱的问题。实在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既然你不肯卖，那我可以买下月香楼另一半的股权，也就是你儿子手上的股权了。岳老板，你刚才也说了，我年纪轻轻就那么有本事，我相信只要我俩合作，一定可以将月香楼起死回生的。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月香楼必须要走回以前传统点心的路线。你经营日本餐厅，怎么会对传统点心感兴趣呢？不妨坦白告诉你，其实我小时候曾经去过月香楼吃过点心。我对旧的月香楼有一份童年时候的情怀，对这个我一直都念念不忘。所以我希望现在可以将那份情感找回来。好，我听明白了。那你的意思是？起码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的合作对象，啊，而且我也相信你会好好经营月香楼。但是我需要时间考虑。啊，没问题，你可以回去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同时，我也希望能尽快收到你的好消息。会的，谢谢，谢谢你，再见。嗯，我送你出去吧。啊，不用，留步。
等多久？这间店的叉烧包很出名的。对不起啊，请问你们排多久了？先生，好吃的东西是值得排队的，排啦。 Gary， 哎，这么巧，你也来买包子啊？是啊，听说这里的叉烧包很著名，所以买来尝尝看。我也是刚好经过，看到很多人排队，也想试一试。哎，我刚好多买几个，你就别排队了，我请你吃吧。怎么好意思啊？走吧。来，谢谢。传统叉烧包的面皮是微微开口，露出里面的叉烧。 内馅散发出阵阵叉烧香味，外皮带着面碱香气。听说有些师傅会用刀在叉烧包上面开口，这是特地仿制开口笑叉烧包。这么做是逼他笑，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你还真的把叉烧包当人啊？当然，叉烧包是有感情的啊，因为它有 feeling。只是一个叉烧包，吃还是不吃，需要讨论那么久吗？馅料的味道还不错，我记得以前他们都是用半肥瘦花肉切成指甲片大小，而且还带有面碱香气，吃起来也不粘牙。这叉烧包确实比一般的好吃。现在好吃的叉烧包已经很难找了，有些新手师傅连叉烧包是咸的还是甜的都不清楚。看来你对叉烧包还挺有研究的。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吃过最好吃的叉烧包就是月香楼的开口笑叉烧包，只有他们做的叉烧包才具备了绵软、盐幼而不粘牙的特点。我真的很怀念月香楼的叉烧包和点心，只可惜他们不卖。我吃过月香楼的开口笑叉烧包是最好吃的，只有他们做的叉烧包才具备了绵软、盐幼而不粘牙的特点。我真的很怀念月香楼的叉烧包和点心，只可惜他们不卖。岳老板，虽然我们是长期合作，但是你签的账已经拖了几个月了，我们也很难做。月香楼只是暂时周转不灵。 我保证，很快就可以把账还清的。我们不是大供应商，我们也需要资金来周转的。这个我也明白。实在不好意思，账你今天一定要还清，我们才能继续供应货源。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吗？其实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你可以不要拿顶级的货，你拿次等货喽。是啊，你可以跟工厂拿包子喽。不行不行。 月香楼几十年来同受无期，不能偷工减料。我不想让月香楼毁在我的手里。我相信，只有我坚持，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所以希望两位能够通融，帮我岳大众这个忙。这个让我们先商量商量啊。爷爷。 加油！岳老板，经过商量之后，我们决定看在多年合作的诚信上，给予多1个月的通融。是啊，希望能够帮到岳老板和岳香楼暂时渡过难关。谢谢，谢谢两位的支持，谢谢，谢谢啊。 爷爷，你怎么啦？哎呀，
爷爷的风湿病又发作了。文广乖，你这样帮爷爷按摩，哎，爷爷的风湿病就好了，不痛了。好，我们继续吧啊。爷爷手痛，为什么还要做点心？因为啊，梁桂临时请假，月香楼没有人掌厨，又没有人会做开口秀叉烧包，所以爷爷只好自己做。茶楼关门一天，做好了吗？我去帮你。哎，不能贴，万一有顾客上门，让他们扑个空，他们会很失望的。只有能让顾客满意，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啊。岳老板，谢谢你答应将月香楼一半的股权卖给我。我已经联络过了律师，很快就可以进行股权转让的手续了。看起来你比我还着急啊！我已经拟定好了一份计划书，主要是针对重整月香楼和做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慢慢看。好，年轻人就是有魄力啊！看来以后我跟你合作，我也不能怠慢。基本上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就是让新茶楼走回以前传统营运的风格，售卖回以前的传统点心和食物。其他的还包括聘请会做传统点心的师傅。你方便的话，不如现在到我的办公室谈谈。岳老板，请喝咖啡，谢谢。没想到月香楼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完全没什么改变。是啊，一定勾起你很多当年的回忆吧？我一定要让月香楼重现当年高朋满座、宾客在门口大排长龙的情景。好 ，boss， 不好意思。岳老板，你是不是已经将月香楼抵押给银行了？你为什么要隐瞒实情？这分明是欺骗。我本来是想找机会告诉你的，没想到你消息这么灵通。做生意讲的就是诚信，你根本就不老实。万一你拖欠贷款，银行决定收回月香楼，那我买的股权全都没有了。不，这个你放心，只要月香楼持续经营下去，银行贷款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到你的。你分明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有话好好说嘛。我儿子那半股份买不买？月香楼那一半的股份我不卖了。Gary， 文广，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儿子。为什么上次我跟你讨论月香楼和开口笑叉烧包的时候，你不表明你的身份，说你是月香楼的少东呢？你也没说你有兴趣入股月香楼啊。原来你们认识啊，这样就好说了啊。月香楼不卖，我想自己经营。那我祝你好运，希望可以早日吃到月香楼的传统点心和开口笑叉烧包。到时候一定会请你来品尝。好。可是如果你们办不到的话，我还是会随时入主月香楼的。我一定会把传统点心做起来的。那我拭目以待。风吹得我睁不开眼，你的声音在耳边说着那一种美丽的语言。路有你一起不怕远，那张孩子气的脸，我愿陪你度过生活的甘甜。你知道你幸福，我就很幸福；你知道你快乐，我就很满足。为你而吃苦，